我总是说渡别人容易，渡自己最难。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我总是可以一眼就看出问题的核心，提供他们建议或是一些方向。但是往往自己的问题太难了。嗨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这一集的人类图小学堂，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闸门，它就是位于 G 中心的10号闸门。10号闸门它的关键字有自我行为准则，而且它是爱的闸门里面的其中一个闸门，它叫做爱自己。今天为什么想要跟大家来聊10号闸门呢？我总是说渡别人容易，渡自己最难。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我总是可以一眼就看出问题的核心，提供他们建议或是一些方向。但是往往自己的问题太难了，自己看自己有很大的盲点。那我自己就有10号闸门，而且我的10号闸门是红色的，那它开启了2条通道。可是我常常感受不到，我摸不清楚10号闸门的本质是什么。因为红色呢，它是设计啊，有人会用潜意识去形容它，跟我们其他黑色的闸门啊、黑色的通道，它是属于我们的个性，或者有人会说是意识，是不一样的。个性跟意识是我们自己认同的，我们感觉得到的。所以一般来说，黑色部分的特质，我们会蛮认同我们有这些特质的。而红色的设计的部分，这些反而是我们与天俱来的就有的设计，我们常常在这一生都会跟这些特质有冲突，甚至会相互抵抗。黑色跟红色会相互抵抗，就是有人会说人类图就是一趟去制约之旅嘛。红色的部分常常会是我们很大的制约所在，也是我们课题所在。所以我就是今天很想要好好的聊10号闸门。希望可以给跟我一样有10号闸门的人一点方向。因为我最近在帮大家看图的时候，我有发现有10号闸门的人跟我都有类似的问题耶。虽然他们都有10号闸门，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爱自己，要怎么爱自己。爱自己这句话说得很容易，而且现在超多人在流行说爱自己的，但是你知道要怎么爱自己吗？至少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那些吃吃喝喝啊、买精品包啊、SPA 按摩、旅行，总之这些好像所谓的对自己很好的这些奢华的享受，当然会很开心，可是它并不能让我跟爱自己做一个连接。这些事情很快乐，可是它并不等于爱自己。我们可以从10号闸门来聊一聊，看看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想法。10号闸门一开始前面我们有提到它的关键字有自我行为还有准则。其实爱自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本质是什么，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个性的人，什么样定位的人，然后了解了以后可以去接受我这样子的个性的各个面向。我这样的个性可能会带来好的跟不好的代价，我都能接纳，我都愿意接受，我都愿意爱各个阴暗的或是正面阳光的自己。我觉得这才是爱自己的最重要的出发点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0号闸门咯。10号闸门非常有趣的一点是，不知道你听过我的最近 podcast 在讲的人生角色了吗？人生角色我出了2集，第1集是正常版，后来又出了1集暗黑版，刚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10号闸门内容完全可以串接在一起。因为每一个闸门其实都有，你可以去看后面的数字点1、点2、点3、点4、点5、点6，所以每一个闸门它都有不同的爻辞。10号闸门刚刚好，它的6个爻辞就跟我们的人生角色1到6那的这个解释是一样的。所以10号闸门的这个爻辞，或许你会对你自己的定位跟你自己的本质会有一点点方向，可以比较了解。原来我是这样的我，难怪我会有这个面向或者那个面向的我。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，你可能就会很不喜欢某一面的自己你可能会很强求自己变成
某一种样子，但或许那根本就不是你啊。好，那点一呢，其实就是谦逊。那我们在人生角色里面有大概解释过了，它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张扬，然后它一切都是以基本功为主，所以它就是谦逊两个字嘛，就很 humble 嘛。你希望维持一个很 pure 的你，很纯净的你，但是纯净的你可能在这个比较功利的社会里面容易受伤，因为你不是那么的耀眼，可能不是那么的张扬，不是那么的可以被大家看见，但你在做的事情也是很重要，只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快被大家赏识，所以你可能就会受伤，你可能就会觉得，我是没有价值。那所以如果你知道，其实这就是你啊，你又能够接受，因为这样的个性，我会导致这样的结果，那你能够接受吗？没有那么耀眼的你，你还是喜欢你自己吗？点二呢是隐士，隐士呢，他就是他的确身怀绝技，可是并不是那么的想要出世，然后让大家就是跟大家混在一起，他比较希望是可以自己默默的隐居。但是隐士如果一样，人都有正面或负面的嘛，如果你会觉得你的才华没有，虽然你是很希望隐居，可是其实你还是会希望有人欣赏你嘛。那如果走到比较负面的方向，有可能就会变成那种好，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流放的剑客。点三是烈士，烈士他要争取的就是公平正义，他所反抗为的就是公平正义，但是也有可能走偏了，就会变成为反抗而反抗。点四是机会主义者，点四就会觉得我才不要傻傻的没事就去抗议，就去抗争，我们要潜伏，我们要等到机会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再做一个蜕变，而不要傻傻的，我们要先求生存。所以点四有点像变色龙，当然反过来也会有人觉得，怎么那么油，怎么那么没有原则？但是如果你就是知道，我就是愿意潜伏等待机会，我不要当强出头，一下子强出头就被啪一下子打死，我宁愿潜伏的等着机会，这就是我的个性的话，那你当然不用去在意别人怎么说啊，你有的时候好像很没原则啊，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谁，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存之道是什么。点五是异端，如果点三刚讲的点三是烈士，是为了公平正义而战而抗争，点五他所抗争的东西，一般人不见得看得出来。他认为他自己是要杀出一条新的路，可是有时候走歪了、走偏了，或是别人会走太快了，别人还没有办法看懂的时候，他就是像是以前的女巫就被送上去烧死了，所以他叫异端。点六是人生典范，历经了很多曲曲折折，看过各种人，经历过各种场面，所以累积了很多智慧，因此他就活成别人心目中想要的样子。这是点六的人给自己的期许，也是别人希望他成为的样子。但是一样，如果他其实根本没有内容，他可能他说的话就是空泛的，甚至有些点六的人传达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，而是他把他自己的话当成真理想要告诉你。好，那如果是10号闸门的人，可以去 check 一下自己的爻是开在哪一个数字，或许就可以稍微抓到自己我好像是什么个性的人。例如我的10号呢是10.5，那其实我还蛮清楚我自己就是想要做一点不太一样的事情，可是当然我也会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走错了，我是不是走歪了，我是不是太天真了，觉得这样做是可以的，也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啊。但是我仔细想，如果我没有想清楚，这就是我没有认清楚，这就是我，那当我有自我怀疑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果然还是该循规蹈矩，就会去走一般的寻常路才对，因为大家都这样啊，那我这样一定是太奇怪了，我就否定了我自己的本质，然后我就去当一个
乖乖牌，然后正常的工作，正常的就走很一般正常没有不好，就每个人只是不适合我。那我可能会觉得，那大部分都是这样，我也应该这样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才是真正的很不快乐。即使那样去按摩、做脸、买精品包，我可能也不会发自内心的快乐。所以爱自己是先从认清楚自己开始，认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然后甘愿承受自己每一个面向带来的风险，或者是每一个面向带来的快乐。好，这一集的慢慢说慢慢写就讲到这里咯，希望有10号闸门的人都能够懂得自己是谁，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本质，然后好好的爱自己。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